从欧大卫记事起，他就跟着父亲行走江湖。父亲是个三流魔术师，两人混迹于各个马戏团。后来，欧大卫子承父业，成为一个半吊子魔术师，和搭档李文学开始了行骗生涯。这天，欧大卫在酒吧利用小魔术搭讪女孩，却被对方的男友一顿暴揍。财色两空的他将气撒在一个卖花的小男孩身上，谁知刚出酒吧门就又被一群大汉围殴。原来小男孩的社会背景还挺硬，看样子欧大卫混得还不如他。一晚上挨2顿打的欧大卫晃晃悠悠的回到家，一个叫丢丢的小女孩偷偷跟上了他。丢丢是从福利院跑出来的，他人小鬼大古灵精怪，手里拿着张合照千里寻父，认定欧大卫就是自己爸爸。欧大卫看了一眼照片，夸丢丢 P 图 P 得不错，但自己并不是他爸爸，也不认识他妈妈张菊花，然后不耐烦地将丢丢推出门外。丢丢使劲拍打着门，欧大卫问他究竟还有什么事，丢丢一脸懂事的表示，也许刚才自己的表现有些奔放，不过他相信两人可以继续磨合。这番话配上楚楚可怜的表情，是个人都会心软。可惜欧大卫有些不是人，他面无表情拿过照片撕了个粉碎，然后再次将丢丢推出门，还顺手拉上了帘子。翌日，李文学带着欧大卫去忽悠人。欧大卫的主要任务就是高深莫测装大师。这次他们要忽悠的目标是一家名为海神的文化传媒公司。艺术总监毛娜带着2人面见了公司的老板。这位老板有些眼熟，这不金海一霸高启强吗？老高这次不卖鱼搞起了艺术。李文学将欧大卫吹上了天，称他是大魔术师科波菲尔的亲传弟子，身份摆在这儿，所以要价不低，表演起步价20万美金。老高表示只要是能办成，价格不是问题。他向2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要求他们把海神之母像变美。欧大卫看了看背后的海神之母模型，故作高深地表示魔术师分等级，他这种级别的从9岁起就不变体积比自己小的东西。老高表示不要误会，他说的是海上那个海神之母，这个雕像约莫有好几百个欧大卫那么大，要把这个大家伙变没无异于天方夜谭。但李文学和欧大卫还是签下魔术合同，因为他们的打算就是拿了定金跑路。谈完合作，毛娜很欣赏欧大卫的艺术造诣，遂邀请他为自己的团队做指导。欧大卫来者不拒，一本正经吹牛对他来说信手拈来，很快就将毛娜忽悠回了家。气氛正好的时候，丢丢从窗口爬了进来，成功打断了欧大卫施法。欧大卫气急败坏地表示自己不认识这个野孩子，说完就要将人赶出去。丢丢却大声控诉欧大卫无情无义，将他们母子俩丢下一去不回。毛娜闻言不想再多做停留，他告诉欧大卫对自己女儿好一点，随后拿起衣服扬长而去。欧大卫连忙出门追赶，毛娜却甩开了他的手，丢丢则趁机将门反锁，任欧大卫软硬兼施都不开门。翌日清晨，丢丢打开门，欧大卫气急败坏地冲进来收拾东西准备跑路，接着用最快的速度出门打车赶往机场。丢丢见状也收拾自己的书包追上。来到机场，欧大卫带着证件到值机柜台取票，却被告知没有查询到购票信息。欧大卫反复确认，表示自己还有个叫李文学的同伴，两人坐同一航班。工作人员告诉欧大卫，李文学是昨天下午的航班，人估计早就到迪拜了。欧大卫有些懵，马上打电话给李文学确认，却始终无人接听。他这才意识到被骗。李文学带着30万定金跑到了迪拜，把自己留在这里收拾烂摊子。遇上这种火烧眉毛的事，欧大卫能想到的也只有跑。他让工作人员帮自己出一张飞往迪拜的机票。这时丢丢也跟到了机场，他抱住欧大卫的腿不让他离开，骚乱引起了机场警察的注意。欧大卫被带走了解情况，丢丢则拿出毛娜的明信片拨通了他的电话。毛娜来到机场接走2人，欧大卫反复解释自己也是受害者，大家都被李文学给骗了。毛娜给欧大卫下了最后通牒，表示如果2天后看不到方案，他这些话就留着到法庭上说。欧大卫和丢丢被扔在路上，为了防止他逃跑，毛娜还扣下了他的身份证。欧大卫觉得自己简直倒霉透顶，看到跟在身后的丢丢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让他不要再跟着自己。但不管他怎么恶声恶气，丢丢都亦步亦趋地跟着欧大卫。欧大卫实在拿他没办法，只得任由他跟着。2人来到海边，欧大卫看着那个巨大的海神之母像唉声叹气，他想破脑子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将它变美。此时老高还没察觉到自己被骗，但他本身也只是个追名逐利的商人，搞艺术搞文化都是幌子，之所以斥巨资变这个魔术，就是为了拍一个大老板的马屁，哄他的小女儿开心，以此拿到大老板2个亿的投资，继续做钱生钱的买卖。欧大卫抓耳挠腮，丢丢却表示他有办法。虽然妈妈看病花掉了很多钱，但还是给他留了一套海边的房子作为遗产。欧大卫反复确认，问丢丢是不是真的有一套海景别墅。丢丢老神在在的表示应该算是。欧大卫像找到了救命稻草，当即在丢丢的指挥下驱车前往海景别墅，结果自然是一场空。丢丢是个彻头彻尾的小骗子。2人垂头丧气地回到城中，副驾的反光镜快要罢工，欧大卫让丢丢小心扶着，结果丢丢力气用的有点大，直接将反光镜掰了下来。路口的交警将2人拦下，二话不说要罚款500，任凭欧大卫如何解释求情都没用。这时一旁的丢丢突然爆发，指责欧大卫不是个好爸爸，把钱都捐给了福利院，结果没钱给得了绝症的妈妈看病，也没钱给自己交学费，现在还要被人罚。欧大卫当即会意，
痛哭流涕地说是自己不是个合格的爸爸，以后就算卖血卖骨髓也要养活娘俩。二人好一通卖惨，交警成功被套路，最后不仅没有罚款，还拿出身上的200块现金给父女二人应急。丢丢的演技让欧大卫折服，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。两人来到游乐园，丢丢坐在旋转木马上，一边吃汉堡一边开心地和欧大卫说话，童言无忌问一下关于神奇魔法的问题。这个场景让欧大卫灵光乍现，他想到了如何将海神之母变没，那就是把观众放在一个转盘上，通过改变他们的视角的障眼法，完成这个不可能实现的魔术。欧大卫激动万分，他带着丢丢找到毛娜，向他演示了自己的方案。这个办法固然可行，但实施起来是需要资金的。欧大卫希望毛娜能拨点款，对方却让他去找李文学要。两人垂头丧气地离开，路过提款机时，欧大卫停了下来，这里有很多钱，可惜不属于他。丢丢在一旁开心地说，只要对着提款机发功就能有钱。他始终相信欧大卫真的会魔法。欧大卫苦中作乐，对着取款机一顿张牙舞爪的操作，随后转身离开。丢丢不相信爸爸的魔法会失灵，他拍了拍提款机，结果出超口真的喷出了钱。两人开心地捡着地上的钱，银行的工作人员匆匆赶来，表示提款机出了故障，很感谢他们帮忙捡钱。说完便拿走了欧大卫和丢丢手里的钱。这下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欧大卫只能另想办法。他找到自己那些绑上大款的前女友，或要挟或卖惨，从他们手里拿到了一些钱，不过也只是杯水车薪。魔术的关键是旋转场地，想要旋转就需要一个大轴承。欧大卫和丢丢来到废品回收站，在这里找到了他们需要的大轴承，但老板狮子大开口要5万，欧大卫拿不出这么多钱，只能晚上偷过来，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偷走轴承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结果自然是被抓了现行。两人无亲无故，只能打电话给毛娜请他来赎人。毛娜恨铁不成钢，但他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他只能替欧大卫买下这个轴承。最关键的问题解决，欧大卫向毛娜道谢，最后带着丢丢回到了家。看着镜子上贴着的照片，欧大卫仔细回忆，终于想起了那晚的情景，也确信丢丢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但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丢丢。后来欧大卫对丢丢少了些不耐烦，多了些呵护，他们的相处简单又温情。5天后就是丢丢的生日，他不要生日礼物，只想让欧大卫到福利院去，给那些不相信自己有个魔术师爸爸的人好好上一课。翌日，欧大卫开始布置魔术会场，张老板带着女儿来参观，他色眯眯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毛娜。老高马上投其所好，以犒劳辛苦付出的毛娜为由，组了个 KTV 的局，邀请张老板和欧大卫一起参加。晚上过完卖霸瘾的张老板开始为难毛娜，让他站在桌上跳肚皮舞。毛娜一再拒绝，表示自己不会跳。张老板和老高的脸马上拉了下来。欧大卫劝了几次，但他的面子一文不值，大家都是看别人脸色吃饭的人。毛娜迫于无奈，只能站上桌子。翌日，丢丢叫来福利院的朋友一起观看爸爸表演魔术，谁料张老板却突然改了主意，要带着孩子在家过生日。欧大卫真金白银打造了这个场地，如果取消表演，他少不得要欠一屁股债。为此，他找到老高，表示双方签了合同，不能说取消就取消。老高却翻脸不认人，让欧大卫好好看看合同的第5条，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，并且不需要给出任何赔偿。欧大卫傻眼了，很多事都不是他这个小人物能决定的，反抗也只会招来一顿毒打。表演取消，欧大卫失魂落魄地带着丢丢回到家，心情极差的他迁怒于丢丢，口不择言说了很多令人伤心的话。这次丢丢没再纠缠，背着书包离开了家。外面下起了大雨，清醒过来的欧大卫很后悔自己刚才的言行，于是他急忙出门找丢丢，结果却一无所获。第2天，没有成事的老高又有了馊主意，他威逼毛娜再帮自己一次，陪张老板喝个酒，实际上打的却是将他作为礼物送出去的心思。当晚，毛娜被老高灌醉，送到了张老板车上。这一幕被欧大卫看到，他一路跟着张老板来到酒店，想办法让他给自己开了门，接着二话不说抡起拳头砸倒对方，然后抱着不省人事的毛娜离开了酒店。第2天，欧大卫和毛娜来到福利院，丢丢果然回到了这里，周围的小朋友都在说丢丢是骗子。欧大卫心有不忍，他将大家带到那个斥巨资打造的魔术场地，要向孩子们证明丢丢没有骗人，同时庆祝他的9岁生日。欧大卫把原本给张老板女儿准备的魔术表演给了小朋友们，这时老高却带着人来到会场，以表演水下逃生为由，将欧大卫扔进了密闭的水。这就是反抗之后的报复。张老板用2个亿买了欧大卫的命，老高为了这些钱丧心病狂，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淹死。水下逃生是欧大卫从小跟着自己父亲表演的项目，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走马灯般在他脑海中闪过，也正是这些东西让他坚持了下来。幕布揭开，欧大卫成功逃生，老高被变进了水箱，他的魔术表演大获成功。